收费站。这些跟季之去承德进山楂的素材拍摄于2024年10月，那时候他正准备开箱做糖葫芦。3个月过去，新庄的市集和极致糖葫芦都火了起来。我搬到这个村也差不多1年的时间了，眼瞅着身边发生的一切，大都是我没有想到的。这30多年的人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繁华总是来得很快，但去的也会很快。然而，最终能够传承下去的，就是生活中那些最简单也是最根本的东西。一个小小的营生背后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生存下去的力量。有人管这个叫手艺，手艺是什么？传承又是什么？说到底只有一个字：善。只有善才能传承下去。今天跟着这个季之，我们俩一块儿去承德的兴隆县司家岭村，去看他准备收的这个山楂。他每年都是这个时候啊，要去一趟，看一看这边的那个山楂的那个长势如何，情况怎么样，然后准备做他的冰糖葫芦啊。那你做这个冰糖葫芦那个，你要求山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？就是个头不要太大，特别大的果对于这个冰糖葫芦做出来之后吃是很这个口味啊不均衡。山楂要不过重了，对吧？山楂味儿过重了，就把那个糖的酥脆感的那个感觉就会给平衡掉了。所以我们要求的那个山楂果啊，大概也就是在35到40左右，就是说的是那个它的直径，就是最多别超过40多，就是40左右这样的果，大小合适，你一口下去毫无压力，毫无压力，你吃下去，然后又有那种整体的这种口感，还有那个在嘴里面的那个嚼的那个感觉，它是很均衡的。对，你一说这个，想起那个当年吃到的那个好吃的那个冰糖葫芦都是这个样子的，粉色的，然后糯糯的那种，就是口感特别好，口感也很重要啊。对呀，你这个肯定是口感是第一个的。我跟季之咱们开了多长时间？中间休息的时间2个小时啊。从北京来到了这个承德的这个兴隆县的司家岭村。现在这儿就是漫山遍野全是山楂树了。看红彤彤的好看吧？哎，郑哥，我停这儿，倒过去啊。看这果中间开始就是粉红色了，就不是那种特别绿的那种的，是不是有的都摘完了？他们这今年都没摘完呢，这月都往后拖这。哎，但是这2天你看就几天的变化的，看它就上了。你再不摘这都不行了，该落地了。吃吧。吃这个？吃吧。吃吧。没找着。看这汁儿是吧？对，把您是吧？小摊可以说。来一口。放着呢。嘿，我们都是啥？一定要放几个月以后喝那个纯度才好。你山楂是兴隆山楂是最出名的了。几乎是全国这个成糖葫芦了，得要是兴隆县得占70%或80%。对，70-80%。哦，能占那么高？川糖葫芦的这个山楂还是以这儿的为好。以这儿为主。4块钱一个。那你们这个种山楂种了几辈了？嘿，这个我还真知道，我爸真有几辈那山楂就得说，咱们爷爷那会儿，咱爷那会儿他都，你爷爷那会儿，那得清朝了得。说
那可不。像你们这个山上这个山楂树最老的有多少年最老的那得有100多年。真得100多年了。 ？100多年啊！就是我们的爷爷那会儿，我们爷爷，你像我们父亲，他没有，就这事儿，就经历过的这个。你像我们爷爷那会儿肯定还少呢，对，他就开始经历了。等到我们父亲那辈儿，就逐步的发展了。95几年、5、60年代那对，5、60年代，就开始就偏成了点规模了，是吧？对，是。就像你原来肯定也不想种山楂吧？我哪想到这个呢？生在这儿了，长在这儿了，父亲给留点你现在这么多树，只能弄像我们这地方，这都是我们这辈儿我们发展起来的。对，就我们这辈儿，我们这边最辛苦了。是整牙、挖大窖，你是等等一切，什么都是我们这边儿，是吧？你看他们这边儿呢，虽然累了，那就是不用再治树了，对，没有，也不用再治夹了，这好赖不用治树，不用挖窖了，是。不是太爷爷辈儿是闯关东到的内蒙那边开的厂坊，我到现在我算是4代传承，然后就和咱这山楂树似的，这也是4代4代传承，是不是啊？我为啥找果能找到这儿来？这个是我爷爷当初选果的标准，所以我找果，你看我不是跟你们说我在兴隆县这个范围内我都找，包括宽城啊啥的，我就找了好几个月，找了2、3年才找到这儿来。对，这都是缘分，走到一起都是缘分。对，是。好嘞。这挺好的。要说我说咱们说你这大概心里有个谱，咱也不能说，因为我哥俩不是1年2年了，对，这几年了，4年了，4年了，4辈子4年，跟他接触4辈儿4年，我俩也一个都比一个都实在，对，这个我俩都是这样人，你们俩岁数也差不多哈，我俩对，我可能比我大2岁，比他大，大2岁。这一片也都是啊，都刚整完的。你说这其实，等我们在那个啥，在城里头待时间久了，一到这个心旷神怡的感觉，好吧？所以前段时间也是去前门大街看，到处都是卖冰糖葫芦的。对，老北京糖葫芦嘛，3步一个店，5步一个店。但是尽管是就是你能看到，街边的垃圾桶上扔的也是那玩意儿，就最多咬一口，最多第1颗山楂没了，剩下全都在那扔着，就是不吃。这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冰糖葫芦从业者来说，这就是耻辱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老北京冰糖葫芦现在变了样呢？是因为它没有了传承。这种熬糖的火候的把握，就像说厨师炒菜的那个火候把握是一样的。有传承，这个火候和这个熟练度，它才能有。就只有我们这种，就是说我是从小耳濡目染，你教不教我也是天天看着，天天学着，天天甚至到10几岁之后就开始自己上手了。耳濡目染的这是最正经的教法。对，这是最正经的教法。就是你看，因为你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，以及你知道他做这个事情的态度是一个什么态度。对，这个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。这个可能是不是说那种师傅带徒弟都可能都没法真正做到的。是，只能子承父业才能。